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，修一个平，没想到挖出两个好东西。大家能否猜到陈师傅是怎样从东家手里把这两个石头带回家的？想知道的就坐上小板凳听我慢慢讲。今天这个东家他是我一个老客户了，他这条回家的路和门前的那个平每年都至少要给他修2次，因为东家常年在外地拼搏，一年就回来2次，每次回来的时候路上和前坪都长满了草，车子都开不回家，只能停在别人家里。所以这一次东家就狠了心，想把这条路和前坪多打上混凝土，这样就路上也不会长草了，车子也能开回家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精神就是用挖机帮他把这条路修好，再给他铺上一层小石子，顺便这个坪也要精修一下，同时也要打上混凝土。这坪里还有一点点沙子还可以用，我们帮东家挖到阳台这里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整坪了。修这个坪东家也没有告诉我标高是多少，他自己呢也不懂，然后他就把他城里的儿子叫回来，结果他儿子回来后也不懂怎么施工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后来他就说交给我，只要我帮他把坪修好，他就把这个石头送给我。嘿嘿，这个东家他是懂我的，我是最喜欢这种以前的石头了。为了得到这个石头，我就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帮他把这个坪修好，整个坪的误差绝对不会超过3公分。正当我挖得好好的，东家父子俩就一直拿着尺子在那里量。他跟我说右边的那栋房子是他的亲哥哥，他左边这栋房子比右边亲哥哥的房子地势高20公分，但是他这里离自家房屋地面却有50公分高，所以如果打20公分的混凝土，他这一边就还有30公分的台阶，有一个这么高的台阶就有点不方便走路。我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，要他在其他地方再拉点土回来，把这里提高10公分。结果他就跟我说，如果要去其他地方拉土，就又要把我挖机开过去，还要叫货车，也需要运费，最后挖机还要开回来把土整平。他想了想，觉得很麻烦，还会增加很多成本，然后他就有点舍不得了。他就跟我说，反正混凝土只打20公分，有个30公分的台阶也没办法了，就这样简单搞一下算了。既然东家都这样说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没有把事情做完美，所以东家那个石头也没有给我。就这样随便修了一下，然后跟东家结了账，我就把挖机开回家了。结果第2天东家又大清早打电话给我，他跟我说还是要去山里拉几车土回来才行，如果打完混凝土后留个30公分的台阶实在是太高了，以后进进出出肯定不方便。因为今天我已经约好了另外一个地方要去那里干活的，挖机今天是抽不出时间的，但是这个东家他今天就一定要我帮他来做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今天帮他把事情做好，他还有一个石头，2个都给我。听到有2个石头我就有点心动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那些石头了，所以我就把今天本来约好的那个东家一直给他说好话，把他的事情推迟到明天再给他做，然后又高高兴兴把挖机扛到这里来了。在山里面给东家装了4车土之后，又把挖机开到东家家里来整平这些拉过来的土。我挖机一开过来，东家立马就告诉我石头在哪里。嘿嘿，东家果然没有骗我，还真的有2个石头刚好一对。我顿时干活都有劲了，又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，从左边扫到右边，又从右边扫到左边，才1分熬的功夫，这个坪就完成了80%-90%。这2个石头我是很喜欢，时不时的挖着玩一下。把这4车土全部整平之后，接下来就是用挖机反复的碾压，挖机在这个坪里压过来压过去，大概家估计压了99-81下，这个坪就被我终于压好了。然后东家又跟我说，这里要预埋一根下水管在下面，以后2栋房子的水就从这根管子流出去。就这样横着挖了一条小小的沟，把管子埋到下面，事情就做完了。然后我就理所当然的带着这2个石头回家了。又过了3天，我经过这里的时候，东家把路上和前坪都打上了混凝土，这2个房子有了这个前坪，看上去就舒服很多了。房子旁边的这个鱼塘也是东家的，
没事的时候，东家还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钓钓鱼。这样的美丽乡村，大家喜欢吗？在东家房子的后面，没想到还有3个石头。哎，那天我怎么没有发现？这下又不好意思问东家要了。我要是不说，应该没人知道眼前这是一个鱼塘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给东家在这里挖了一个鱼塘。哇，没想到的是，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别人的鱼塘里面都有水，唯独东家的鱼塘里面一滴水都没有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所以东家这次把我又叫过来了。上一次我给他挖鱼塘花了2000多，这一次东家说无论花多少都一定要我帮他把这个鱼塘挖好。这一次东家的精神就是，第一个就是要把堤坝加高，这样就能够多装一点水。第二个就是要在鱼塘的正中间挖一个深一点的坑，这样即使鱼塘漏水，中间那个坑里面绝对有水。了解到东家的精神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首先就把中间这个坑挖出来，因为要把坑里面挖出来的土拿来去做堤坝。这是一丘田，可能以后还要恢复的，所以其他地方就不能取土。堤坝要多少土，就要到这坑里面挖多少土出来。我大概加估计挖的土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土挖到堤坝上去。东家跟我说，这一条堤坝就既要加宽也要加高，因为就是这条堤坝漏水最严重，所以要把它加宽一点，还要反复的趴紧。东家问我要不要把堤坝上原来的草挖掉，我就跟他说这个草不能挖，因为这个草跟泥巴混合在一起做的堤坝，就好比钢筋加混凝土，更加牢固。东家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他就听从了我的建议，就要我按照自己的方法做。我首先在堤坝上面堆了大概50公分厚的泥土，然后再把挖机开到这边来，把里面的这个坡给它用力的趴紧，再把这一小块土挖松。东家说要在这里种鱼草。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做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把挖机开到鱼塘里面来，然后开始修整里面这个边坡。我先把坡上的松土趴紧，然后再斜着做成一个统一的坡度。把这条堤坝修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刚才刷坡挖下来的土放到左边这条堤坝上加高。你们还别说，这一个小小的鱼塘里面有好多泥鳅，我就立马把我的好兄弟叫过来，让他在这里来捡泥鳅。嘿嘿，今天晚上又可以加餐喽，想想就很开心。东家说我这样八斗的挖速度太慢了，所以要我直接用推头把推。他说这样推速度又快，而且顺便把塘底也推平了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其实这个不是我故意不采用这个推的方法，而是我觉得即使你这样推过去也推不了很高，最后还是要我挖机这样给它甩到坡上面去，花的时间多差不了多少。你们看我这个兄弟在下面左一条右一条，那矿泉水瓶都快解码了，今天晚上有烤福喽。把剩余的3个坡全部甩满土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用斗背把坡上的松土全部趴紧。东家因为怕漏水，一直要我反复的趴，从白天一直趴到晚上，后来又把整个塘底都压了一片，然后他才要我下巴。其实我觉得漏水的原因应该是那些泥鳅，是因为泥鳅到处抓洞，所以堤坝就漏水。然后我今天把那些泥鳅全部抓完了，应该就不会漏水了。大家说陈师傅说的对不对？搞完收工，把挖机开上拖车，然后吃泥鳅去喽。哎，老板，把这个东西给我加工一下啦。啊，这个是好东西啊。挖的。好，感谢啊。呀，就这一个太少了的。那还哪一个呢？还剩一个。你怎么就这几条泥鳅啊？这个怎么吃啊？一个人吃多少了？还帮你加了个鱼杂。哦，你看这个分量。这个可以。来，我们先尝一下这个泥鳅啊，用挖机挖的泥鳅。非常好吃。尝一下这个鱼杂，这是我们店里面的特色。可以。鱼肠、鱼泡、鱼干、鱼籽都有的。尝一下这个鱼肠啊。鱼肠都洗干净了的。入口即化。还可以吧？可以。老板，这2个菜好多钱？一共250块钱。250？怎么是250了？这个是50块钱。这个是加工费200。这个加工200？就是250。哇！最后给大家看一下鱼塘的整体效果，挖了跟没挖一样。
哎，就很棒。